请问一下老师，那个弓步还是一个很笨的问题，就是我弓步的时候，我的正面是在哪里？真正的弓步正面是朝前的，前面对不对？前面的，所以你的骨盆要转正。哎，对了，那这个位置对不对？骨不要正，你现在是斜的。哎，对你这个要落，你这个落才能转，它才会正，骨盆才会正。这时候我会不会这里会不会膝盖有点倒掉？那个腿一开始对嘛，所以你没有撑裆嘛，所以这个要往这边撑嘛，不是，并不一定要大，不一定要大，可是你这个要撑起来。你撑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算是直的，你把它蹬直，蹬直这个撑起来，你这个膝盖这边是有力的，这个撑起来往外这边就有力了。OK， 你没有这个的时候，这个就往下就断掉。OK， 所以这边等于有这个也是 arch 的一部分，这也是一个 arch 吗？是这个 arch。OK， 这个 arch， 只是说我刚才我在，比如说我想要练这个的时候，我开始的时候我的正面是朝这里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当你前胯一落的时候，你就转过来了嘛。一落的时候就转。所以中间有经过一个什么？中间有经过一个骑马步。骑马。你从左弓步，我从这个左弓步，我要变成右弓步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这边一落的时候转过来了嘛，转过来移动，这是不是一个骑马步了？ OK， 所以你要经过骑马步是什么？骑马步就是你的中心在这个arch的中央，它就是骑马步嘛。是。arch 跑到这个中央，跑到arch的左边来，它就是左弓步。一落，它会骑马步了，然后再拉，跑到这边来，它就是右弓步了嘛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的正面还是有点斜的，不是那么的正前方。你现在练这个，先不管。那到你的胯能够松下来的时候，比方讲杨氏了，杨氏我没有练成式了哈。比方讲杨氏的搂膝袄步，杨氏搂膝袄步是一个弓步嘛，是。他过来到这个地方，他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这个要转正，不是他的骨盆其实是骨盆要转正。对。那这边不落的话，一般人他练到这边，他的骨盆是斜的，是，那就是胯没落，胯没松，对。那这边松容易，这边松难。但这边松就是像老师刚刚所讲的，这边其实要用那个撑住，那个是裆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你这个胯松掉以后，你看它才可以转，不要用腰转。不对，你现在是用腰转。其实你一放下哈，你一松掉，它自然就转正了。所以我现在先不必去考虑什么正面，我就是先把那个就是松沉，然后慢慢移过来。对，你现在是什么？你现在先找到胯，再找到裆。这个移动是让你去找裆，对。但裆里面不是有落胯吗？对。所以你胯要会落，胯一落，你看胯一落，不对，一落了就过来。不要转，不要用腰转，就是在那边落，不对，落不会往那边转啊，落是往这边转啊，不要用腰转，你一落它就会转，你看，不要用腰转，你现在还不会落胯。你这样子你会落吗？站骑马步哈，落，起，落，起，落，一松掉，哎，这个对了，有体会吗？有。再起来，再推起来哦，再落，好，再用胯推起来，拉开，再落，好，用胯推起来，空间出来。再落，哎，这个对，看不懂？因为我们那个考试里面，我们的复习前有一个这个动作，对，这个其实就是松下去，对，不是跳起来，对，松下去，对，
所以老师上次讲送下去，我有感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做的我是在用什么地方来做它，所以先有觉察力，才能够往下面去练，用感知来练。所以不是盲目的练打多少力啊，打多少力，那个不是的，我们是在练自己的身心。是，我们练武，尤其内家拳啊，它是练身心的。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入道？因为它关注的是身心，身心越走越细，越走越细，觉知力越来越强，清明。对，你越来越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，这才入道的基础嘛，对，是不是？刚刚老师讲，我在旁边听。对呀、所以他练一辈子都练不完，练不完的。就是我们练不透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身心到底到哪是个底呀、身心的明了到哪边是个底，我们不晓得。我的形容是，我好好跑完我这一棒。对，对，所以从一个点来，把一个点搞明白了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它都是相互连接的嘛。你把一个点，尤其跨这个地方，它是主要的点，主要衔接点，它向外辐射的很多嘛。我们把一个点搞清楚了以后，然后它往外辐射，我们接着一点一点搞清楚了，我们慢慢就清楚了。但是这还只是什么？这还只是筋骨还有的练。这还只是筋骨啊。抱歉老师，我这样，所以没有不敬，我应该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不用啊。我是很随便的，很随和。不是我们八卦拳是属于道门的东西。这样。对，八卦拳、太极拳也是一样，因为我是先练太极拳嘛，后学八卦拳。啊，我16岁高中学的是太极拳，杨氏太极，然后23岁拜我师父才学八卦拳。我是学了八卦拳以后再练太极拳，我才懂，他们两个都是道门出来的。他是道门的一个是从太极往八卦走，一个是从八卦往太极走。他是道门里面的这个系统，哎，所以他已经脱离了那种打斗的诉求了。当然里面有打斗的东西，可是他的目标已经不是在打斗了，他的目标是在形容那个道，用我们的身体来诠释那个道是什么。用我们的身体来诠释，这个就深了，晓得吗？哎，所以道家不是讲我们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嘛？是。好，那请问你怎么表现你是一个小宇宙？是不是？要用虚拟山来。所以道家就是用我们的身体，因为道家就是修这个身体嘛，为主嘛，所以用身体来表现那个小宇宙，表现那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啊，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系统，这样的东西啊，所以练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太关心这个招式怎么用、怎么打，那是前面的事情，那是长拳啊，那是那些拳的关注的地方。你走到这种道门的拳的时候，它已经脱离了那个，不是脱离，它升华了，从那个地方升华往道走了，哎，啊，如果讲的俗一点，就是一个球，所以我可以听到别人的进来。不是，你这个还是在应用，你这还是在应用。我说比较俗的说，不对。所以我不主张一开始就去练推手什么，练打斗练推手，我不主张，因为你的心跑到外面去了。我多讲一点可以吗？就是说，我在练拳架的时候，当然就是告诉自己松，但是当我一碰到别人的时候，那个
原始的本能的对啊方法，就硬，对呀、硬。对呀、对呀、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想要去学推手，那个原因是要感觉到说，哎，当那个力量进来的时候，我的反应是什么？还是要能够维持不行松，不行嘛？对，所以后来我没有再去，我觉得还是，我想要来找老师哦，大概想了半年，因为实在有点远。不过后来觉得说，这个根本的东西才是就是我来学太极，其实就是最根本。对，学到这种道门的拳的时候哈、他整个是关注是在自己身上，他整个关注你的全身心在自己身上，不是在别人身上，要从自己身上来找那个八卦到太极的这条路，它的道的呈现是什么？由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认识大自然的规律，来认识这个道。这是道门的武术啊，道门的武术，它的当初设计的目标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它不是打斗，因为已经到道门了，已经发展出这么高的武术了，他还去管打斗吗？像你是博士了，你考虑的东西是在那个层次的东西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不会再跟别人去考联考吧？老师见笑，是吧？谢谢老师。